这是電影場景沒錯啊，紅雀啊，紅雀電影場景。紅雀。對啊。我們來到號稱世界最美的布達佩斯紐約咖啡館，這是我看過最華麗的裝潢，融合了意大利文藝復興還有巴洛克的建築風格，極盡繁複還有奢華，根本就很像走進電影場景一樣。事實上，這裡也真的是電影《紅雀》就在這裡拍攝過。到布達佩斯的第一天早晨，就先來一場奢華的視覺饗宴。雖然我們只點了2個蛋糕跟2杯咖啡。Thank you。點一個最便宜的 cheesecake 13點多吧？不知道，忘記了。剛看的，我們每個至少都13歐起跳。對啊，然後一杯咖啡最基本有8歐的，但是就黑咖啡，我就點卡布奇諾13歐啊。我覺得如果把它想成是門票就很便宜，對不對？好吃嗎？搞酸包子啊？搞酸包子。那個就甜不辣的醬啊，所以其實很普通，對不對？這有什麼意思嗎？金箔哎，我感覺金箔。應該是巧克力粉吧。你說怎樣？是不是比 7 好喝？可是好苦，是不是奶太少？嚟啦，你可以嚟包要好喝多了。我這是卡布奇諾，喝起來跟全家的單品差不多。對啊。紐約咖啡廳其實是安納塔拉紐約皇宮酒店的用餐區域，地下樓層是著名的深水區。飯店房客的早餐通常也會安排在那邊。擋住那個啊？有辦法擋住那個牌子嗎？是啊，沒有，我現在在錄影。還在旁邊。直接上去看就對了。2樓也是屬於飯店的用餐區域，但是可以走到這邊拍照，而且視角非常的棒。想來這裡的話，建議早上8點來，或者是晚上9點過後，可以避開人潮。貴的食物還有咖啡，就把它當做門票吧。對了，現在的結賬服務費是可以自己選擇的，有10%、15%還有20%。哇，我覺得體驗很棒，體驗很棒，就是氣氛沒有想象中那麼緊繃。好 ，Thank you。哇，現在排到哪裡了？哎，很長了哦，到那邊了，到那邊還好。OK 了。如果要幾個字來總結布達佩斯，我覺得會說多彩多姿。在這城市遇到人都意外的蠻容易親近的，特別是跟前一站的奧地利比，反差有點大。原本以為來到了這個更陌生的歐洲都市會很有壓力，但待了一天很 chill，根本沒那麼拘謹。那就不囉嗦，跟着鏡頭一起來看看這個迷人有趣的城市吧。不是說他們都不趕時間嗎？對啊，這超高的。我怎麼覺得我在怎麼很快的？我怎麼覺得很陡啊？超快的車哎！又快又陡，我看你要抓好，好恐怖。有點高，我不敢看。哦，一出來就是一個超大皇宮。這一間叫什麼？我還沒看呢。哎，這裡叫國會大廈。哎，這一棟就是國會大廈。靠腰，就是晚上會最漂亮，就是看這個。這麼壯觀雄偉，結果就是國會大廈啊。晚上我們就是在多瑙河上面看這一棟點燈，有眼不識泰山。現在漫步在多瑙河岸旁邊，河岸的右邊，這邊算是西側，這邊叫布達，就是比較高，有一些丘陵這樣子。這邊算是老城區了。那這一岸比較新的地方，商業區域。這邊就是佩斯，然後地勢也比較平坦一點。哇，多瑙河啊，那就淡水河啊。的《冰與火之歌》城堡。
上到最高了。这边好漂亮，哇！这里可以看到河岸很清楚哎，还有国会大厦。一个烟囱是。对啊，这个卖超貴的，比奧地利還貴。因為這邊是皇宮，是皇宮的加持，就對了，直接恐驚。布達佩斯到處都是有歷史底蘊的百年建築，同樣也有承載着歷史重量的裝置還有藝術品。就在多瑙河的旁邊，這時候的傍晚藍調還有街燈開始翻轉布達佩斯的氣氛了。回到國會大廈前面，在多瑙河旁邊，這裡有這個很多鞋子，就是在紀念之前二戰的時候的大屠殺，所以很多人在這邊，還有擺上鮮花，你看。现在城堡那邊燈亮起來了，國會大廈這邊燈也亮起來了。先去看一下國會大廈正面，因為這邊看起來側面窄窄的，還看不出那種雄偉的感覺。哇，超壯觀的！如果說白天的布達佩斯是一個有點滄桑的老紳士，那入夜之後，這個城市好像就開始變得張狂，逐漸從老紳士轉變成一個充滿活力的派對女王。夕陽晚上的布達佩斯就像個夜明珠，多瑙河兩旁的建築物都會打上琥珀金的燈光，整個變得閃閃發亮，所以夜晚遊船就一定不能錯過。這是我們要坐的船，6點半要集合，用的是 KKday 900多塊多一杯酒，這邊排隊要給他掃 QR code。購票的方式可以在渡船頭會看到有官網的連結可以掃描，或者是用 KKday 購買行程也可以馬上使用。大概有分成3種等級，第一種就是單純的遊船，第二種就是會多一杯白酒，那第三種就是最豪華的方案，可以到上面的餐廳享用 buffet。那行程也蠻長的哦，大概要1個半小時到2個小時左右。遊船將會沿着河流的南北兩岸巡航一圈，不管是坐在哪一邊，都可以將絕美的景致盡收眼底。不過，如果是想要獲得最佳的觀賞體驗，我會直接推薦前往頂層的甲板，就是 buffet 區外面的露天陽台，可以避開室內的玻璃反光干擾。一開始我們都乖乖的待在室內，然後是看到很多人移動才跟着走。室外無論是拍照或者是肉眼欣賞，畫面都會更加的清楚震撼。但記住，冬天一定要做好保暖，才能舒舒服服的沉浸在這個金色的多瑙河夜景之中。船上的老樂手們很努力的用古典樂來炒熱氣氛。轉頭看看窗外的多瑙河畔的百年建築，然後又打上了浮誇的金黃色燈光，復古華麗又摩登，所以這裡的夜晚又是截然不同的體驗與風貌。白天黃色的路面電車，晚上布滿了 LED 燈，就很像一台銀河列車。二戰時期所留下來的破敗的老屋，布達佩斯的廢墟酒吧又是另外一個時空。酒吧區塞滿了迷幻的霓虹燈，還有狂歡的人潮，嬉皮、龐克、塗鴉到處都是。該說是可以體驗一下異國風的紙醉金迷嗎？然後這些古典還有現代各種衝突的元素，就是布達佩斯夜晚的真實寫照。不過，如果跟我一樣想從酒精還有電音中抽身的話，那就來看看夜晚最浪漫的景點漁人堡吧。哇，這邊就拍得到了。對啊。哦，
哎，圓堡晚上比較漂亮哎。對啊，超漂亮的。哇塞，好讚！啊，怎麼樣？看到什麼東西啊？你看那，啊，看那皇宮。你看，你看。哇！对啊，我这次有看到船了。你看。哇，好酷哦！哇，金主吧。哇！船在那邊。歐洲旅遊有個有趣的點，就是住宿可以選擇住這種古董老公寓。布達佩斯這種百年公寓很多，而且地點也都不錯。這讓住宿不是單純只是過上一晚，而是變成旅行體驗的一個部分，又可以跟來自世界各地的遊客生活在同一個屋檐下。來開箱一下這2天的老房子。先打個預防針，晚上 check in 的時候先不要被嚇到。不知道打密碼。到了。耶，成功！門要拉。等我，等我，後頭。好像進入什麼恐怖古堡。開燈了。它自己會關，因為它太重了。然後呢，還有密碼嗎？它是在2樓，我們要扛上去。你一次拿一個啊？怎麼都那麼多鐵架？看一下。然後的腳踏車。哦，這有一個箭頭。哦，這邊。這個吧，這個比較像。哦，這裡。啊，然後呢？嘿嘿。哇！耶，成功，有廁所可以上了。我告訴你，等一下電梯我們去玩一下。我大概知道那個怎麼用。我有看過歐洲的電影，好像很多間呢。你怎麼知道是哪一間？哇，這是公用的，還有微波爐，太棒了！耶，我們房間看一下，位置很溫馨。我剛好像都沒拍到，都白痴的。那我們鞋子要拖在哪？好像要拖在裡面哦。哇，還有 view 哎，這不就我們對面的出站嗎？出站的那個捷運站。這個是公用廚房，設備包含咖啡機，還有一些廚具都可以使用。連冰箱內沒有標號碼的食物，也可以直接拿去吃。白天有時候這邊會有很多人在這裡聊天，也有看到很會煮飯的老外，然後直接在這邊開火，香死大家。买好票，最好是先买好票，不然買票排超久。
聖伊斯特萬聖殿又稱史蒂芬大教堂，是匈牙利布達佩斯規模最大而且最重要的天主教聖殿。裡面的裝飾非常奢华，擁有華麗的馬賽克、精美雕刻、彩繪玻璃，還有歐洲最大的管風琴之一。推開厚重的木門，就聽見莊嚴肅穆的聲音，也有看見祈禱儀式正在進行中，神父似乎正在向信眾施行降福。旁邊有許多遊客停下來觀看，這個感覺像之前在東港迎王的時候，最後一天在燒王船時感受到的震撼，就讓你駐足停留在那裡許久。这边，哇，嘿，你来看。哇！好像很高哎。顺。这座建築跟國會大廈的高度是一樣的，都是96公尺。這是布達佩斯法律規定的建築高度上限，也是紀念建國年份西元896年到1896年的1000年歷史，還有世俗與宗教的權利平等。哇，陽光灑下來了。哦，這邊視野超讚的。这邊就是英雄廣場，也是布達佩斯重要的地標。這廣場等於是布達佩斯城市公園的入口，很有名的塞天尼浴場就在公園的角落。這超開心的，這看起來，我靠！這是什麼啊？好屌啊！還有雲霄飛車，你看上面還有雲霄飛車。這在夏天是湖，但在冬天就變成歐洲最大的露天溜冰場之一。然後公園裡面竟然有這個東西。兒童樂園有這種東西，會不會嚇死兒童？白天的渔人堡跟晚上很不一樣，以白色石牆在城堡區中脫穎而出。從下了公車，沿着石階走上去，穿過那些拱門還有迴廊，每一扇石窗就很像天然的花框，把多瑙河還有布達佩斯的市景裝裱起來。廣場的另一側，屋頂色彩繽紛的教堂就是馬加什教堂，這裡也見證了多位匈牙利國王的加冕歷史。太辛苦了吧？這還不用投幣，台灣哪要投幣，然後就還看不清楚。沒有，這裡上來就要投幣了。哦，所以這是免費的。因為我們現在是免費時段。哇，對，我要給觀眾看一下，快點。再跟我打招呼。很安靜。哎呦，哇，這個超清楚，好清楚啊！哎，真的，拍得到。我沒有跟你開玩笑。有哎。在那邊晚上看國會大廈應該很酷哦。我們那裡好。你去什麼？接下來前方這裡我私心非常的喜歡，也非常推薦，叫做蓋勒特山。冬天爬山會很喘？不會吧？空氣稀薄？沒有啦，然後空氣稀薄，空氣冰冷的，只是衣服很重。太久沒訓練，鞋子也很重。蓋勒特山是緊貼在布達佩斯市區旁的一座小山。如果要讓大家秒懂的話，就很像台北的象山一樣，稍微走一小段就可以解鎖整個城市的上帝視角。這裡蠻讚的啊！哎呀，跟國王湖差不多啊。有啊，下了雪都一樣。只是這裡前面就是市區了。小心哦，很滑。
哎，你看這個，哇，這個視野超讚啊！視野有水。哇，你看這裡，哇，直接這樣垂直的看多瑙河。我的手要扶在這裡。啊。你看這手可以賣多少錢？這裡會滑哦。睡衣，哇，這又是另外一個點啊！哇塞，看一下這裡，哎，這裡啊，最高點是不是那個？对，你看那個觀景台，那個很像啊。那邊剛好是看另外一邊河的另外一邊。哇，好大雕像！直接拍到這個雕像。哎，下面就是你說的橋嘞。對啊，我們等一下從這邊下去。哇塞！天哪，好漂亮哦！你往後看，你看雕像，是不是更美？哇！哎，還好有上來。桥，对，我們下去就是那個橋那邊搭車，啊，就是火車，有看到？對，從那邊就可以搭，直接搭回去。哇塞，是啊！哇，好漂亮哦！這鐵橋好像看下去超漂亮的。我觉得他们那边上来比较多。对，水边都很漂亮，水边都超漂亮。靠，這浴場也太有文藝氣息了吧？這看起來完全不像浴場哎，這看起來像博物館，而且很大呢，繞一大圈。裡面好漂亮，羅馬大浴場的感覺。再來這個地方絕對是布達佩斯的重頭戲，就是體驗他們的泡湯文化。這裡泡湯跟亞洲習慣那種隱秘還有帶有一點禪意的溫泉差異非常大，特別是在視覺上。而且塞千里浴場是布達佩斯所有浴場裡面最大也是最有名的一個，走的是一個浮誇盛大的路線。浴場也有100年的歷史了，它建於1913年。泡湯對匈牙利人來說不是只為了養生，更是當地人的一種社交活動。最便宜就13歐了。對啊，按尺寸可以嗎？42。它 one size。哦。它就是說只有女生跟男生。哦。來布達佩斯建議自己帶一雙拖鞋，還有浴巾，或者是直接拿飯店的浴巾來用也可以啦。浴場的規定必須攜帶浴巾，還有穿着拖鞋才能入場。如果你是要現場買的話，非常的貴。我要進去。啊！哦，馬上起霧。塞千里浴場分成了露天區域還有室內區域。室內是屬於水療區，有大大小小總共15個水池，還有桑拿房跟蒸汽室，大概有10間左右，水溫從18度C到40度C都有。那我們去前面那邊看看。有人看書哎。應該比較熱，我們放這邊。人多的地方應該就是熱。塞千里浴場內部也搞得跟迷宮很像，裝潢也都非常的浮誇。
只是記得要做好保暖，因為沒穿衣服走出水之外，還是會非常冷的，尤其是在冬天。带人衝過去。戶外這個大澡堂是38度，好像一堆猴子。你要放地上，放鞋子上面。很 OK， 很 OK， 很燙，很燙。這邊好溫暖哦。是因為外面太冷了，因為它剛剛是38度。啊，你的東西放在哪？你記得嗎？放在地上。所以我們等下進去是從。我覺得在外面比較有感覺。哇塞，超屌的！我們還是較勁了，真的是。哎，我頭髮好像快結冰了。哎，我頭髮是冰的哎，超冰的。我沒有，因為你頭髮是濕的。哇！開燈了，4點了，4點了就開燈了。晚上。打燈呢？你這樣打燈比較漂亮，你看有沒有？很漂亮哦。對啊，打燈比較漂亮。现在0度哦。哪裡？哦。對。局部多雪。局部多雪，等一下搞不好就下雪。在逃難太冷了，有夠好笑哦！真的很冷，趕快進去，我們要換衣服了，受不了。超酷的澡堂，拜拜嘍！我剛剛就拍到你在逃難啊，在大拇指。在布達佩斯的最後一天，我們把行程留給布達佩斯的中央市場。從外觀來看，它很不像市場，反而很像是什麼火車站或者是博物館。它已經有100多年的歷史，也是布達佩斯最古老的室內市集。1樓主要是在地人買菜的地方，有新鮮蔬果啊、肉類啊、雜貨等等。還有蜂蜜，這也是名牌，可是這我們菜都有吃。對啊，因為它太重了。哦，這全開哎，好多貨。啊，吃這個，這樣好熱鬧。這是什麼？這是這個巧克力，很有名的。哦，這個手工的。這個。你剛剛太早了。它雖然很早開，可是早開根本裡面沒有店。大概10點這個時間來，我覺得還剛好。2樓是紀念品比較多，如果是想要買伴手禮，可以直接到2樓。2樓一半是熟食區，可以吃到道地的匈牙利牛肉湯，還有煙囪卷。那另外一半只是滿滿的紀念品攤位。總之想買什麼跟布達佩斯相關的，在這裡可以一次搞定。就像業代自己賣的東西。聖誕老公公、土地公、聖誕土地公。我覺得有一些那種手工感覺的皮製品還不錯。那你剛剛可以挑一個啊。我覺得太貴了。我跟你朋友沒有很多啊，一人一個剛好。這很好逛啊！這個一開始想買的話，你就真的會在這邊挑半天。買一個小的煙囪卷，最原味的。是熱的。對，我來試試看。哎呦，真的還蠻好吃的。嗯，很好吃。很甜。熱的 OK。很好吃。以為會很膩，結果還好。那是因為小小的，吃整坨大概沒辦法。好香哦，可是沒有肉桂的味道。這個沒有，外面是果糖跟那個香草的味道，裡面沒有放任何東西。
has been swept. It's closing time and I'm a little tired. It's a long time since I'd slept.